这次如此顺利，多亏了有你误导樊星旭，给了他错误的线索。之前被他抓住，审讯的时候，让我吃了不少苦头啊！要不是你把我救出来，也不会有我今日。上面允我几日后离府，这侯府很快便会被朝廷收回。等我将在外礼佛的妹妹和祖母接回，我便带他们离开大燕。宁王答应给我的新身份和勋爵之位，主上不希望两国和谈成功，这件事你办得很好。他之前说过的话也必然不会忘。这是主上提早为你准备的通关文牒。那便好，但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件事情要做。何事啊？小叔这是何意？想要杀人灭口吗？你很聪明，但聪明的人向来短命。你不是已经被……我没有死，你是不是很失望？你们耍我！是我让他主动接近你，也是我让他故意自保，将目的告诉我。一切都只是为了打消你的疑虑，让这场戏更逼真罢了。你这个人向来自负，绝对不会相信自己判断失误。沈渊之，他几次三番要杀你，却回来将你日日折磨，你为何还要帮他？并不是我不想与你合作，一开始我确实存了在你与他之间周旋谋利的心思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我想看你们兄弟相争，谁占上风，我就倒向谁。所以你是觉得他占了上风？不，是你太卑劣。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子，但也是朝廷俸禄长大的尚书之女，深受国恩，不思相报，反为敌谋。此等其家国于危亡、背信弃义之事，我是万万做不出来的。什么狗屁家国！若不是那狗皇帝传位给他，魏远豪还不一定谁当。都是一个爹生的，凭什么你是侯爷，我只是普普通通的勋贵？属于我的东西都要被你抢走。樊星旭，我不会输的。沈渊之，沈渊之，沈渊之，你的人情我还了。渊之，没事。把人带走，把他们交给刑部。是。有件事我很好奇，你的心思如此缜密，算计得分毫不差。如你这般之人，九公主的死，真的是意料之外吗？什么意思？九公主可是亲口承认杀死了贺薇兰，夫君如此睚眦必报，真的会轻易放过她吗？可她身份尊贵，想要对付她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，借刀杀人就是最好的法子。
既能一箭双雕，找出幕后之人，又可以除掉你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正好这时你身负重伤，完美的避开了一切嫌疑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我一直觉得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过分聪明并不是一件好事。你要学着藏巧于拙，好奇心不要那么重，不然，即便我不找你麻烦，你也会被自己害死。我要的答案已经有了，今日之言，我也记下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老毛病。我只要累了，就会有些头疼，休息会儿便好了。我让下人去准备些吃的，就你平时爱吃的红豆羹，可以吗？还是你不想吃甜羹？我去叫傅仪。不必了，我说了我没事。你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错了。魏兰之死本和你无关，是我自以为是，错看是非，把自己的无能还有愤怒宣泄在你的身上。你是在跟我认错吗？在围场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此事尚有疑点，我的命还在你手里吗？做戏就要做全套嘛。何况以当时的情况，我们还是剑拔弩张来得好。所以你早就相信我了，是吗？周宇，这错我会永远记在心中，从今往后不会再犯。是雪。别着凉了。你喜欢雪？我随父亲迁任的时候去过漠北，那里十里冰封，到处都是冰雪。我那时候不懂事，去舔露天的冰柱子，结果舌头被粘在上面下不来，闹了好大的笑话。那时我娘还在，我们一家人每天都很开心，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日子。可是回京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。魏兰也很喜欢雪，记得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她手撑油纸伞，头戴玉簪，簪身通透如冰。玉簪上是有细碎银铃，随步摇曳时，会发出微微轻响，宛如冰河之声。
小雪哥哥，小雪哥哥，微澜，你等了这么久，今天终于能如愿以偿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陪祖母在严净寺礼佛的时候，正好遇见昏死在山边的贺姑娘，所以就把她救了回来。微澜受了伤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，但她一直都在念叨着你的名字。我们这才知道她跟你认识，想着她孤苦伶仃，又遭逢此难，想着就可怜，所以啊，我就把她带回来了。在闹市被马车撞击而死，且京兆府尹亲自查过，人已经下葬，怎么会出现在百里之外的严净寺？大嫂这是何意？这严净寺的大师都说了，微澜是命格奇异，纵使生死两界，也能得到上苍庇佑，万劫而不陨。他一息尚存，便如枯木逢春，转瞬再生啊！这世间福祸生死，天地自有护他之道，哪怕命途多舛，终会重回尘世。正所谓凤凰涅槃，浴火而生，此命格天星错落，凡人不及测度。确实是奇闻异状。恭喜贺小姐逢凶化吉，这样我便安心了。你是？哦，她是我大嫂，刚嫁入侯府没多久。你娶妻了？是。哎呀，故人相逢，你们好好叙旧。元芷，我啊，特意在寺庙里给你请了平安符，你随我一块去取一下。多谢祖母。来吧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，但和你有关的所有事我都没有忘记。也许是上天见我可怜，想要圆我一个遗憾，便给了我一次重来的机会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能活着实在是太好了。星虚哥哥曾和我说过，心悦我当时不懂，只觉得时候还没到，就拒绝了你。之后我一直在后悔，想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告诉你我的心意，让你知道你不是在自作多情。我确实心悦过你，也许就是时机不对，有缘无分。而如今我已有了妻子，我们之间既然从未发生，那便是缘分已了，停在此处便好。我不相信，你明明喜欢的人是我，你会娶她，只是因为误会，想要替我报仇，对不对？
我什么都知道。既然我没死，你放他走，我们各归各位。我不会放他走，她是我的妻子。你不过是愧疚，报复错了人，你怎么会爱上别人？我不允许。进来。我以为你不会主动来找我。你的心上人死而复生，我还没恭喜你呢。我是来拿和离书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替二位开心。我祝你们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跟我和离吗？侯爷，这是何意？事情已经水落石出，该我这个倒霉蛋退场了吧？我与你和离后，你便能将贺姑娘明媒正娶回府，这不是皆大欢喜吗？我不会娶她。你娶不娶她关我什么事？我对你们这些情情爱爱、卿卿我我的事情不感兴趣，我只想过平静的日子。范兴许，你放过我吧。何薇兰的死，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。是，我是心悦过她，但我不是个傻子，我不会被感情蒙蔽了双眼，欺骗自己没事。所以，我不会和离。我需要你留下来。你需要我？对，我需要你帮我。一个只会威胁我的人，从你嘴里听到“帮我”2个字，真是难得。你一定要让我如此难堪吗？男人的面子比天大，我的命就比草还贱。说吧，你要我怎么帮你？你不用贬低自己，是我之前做的太过分了。对不起，我希望你能帮我查清楚真相，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，用尽一切方法刺激他。这句话我送还于你，这么快便断情绝爱了？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？我可以做这个恶女，但是一切尘埃落定，和离之后，我不仅要带走我的嫁妆，我还要你威远侯府一半的家产。如你所愿。以后逢场作戏，可告知一声。我威远侯府的一半家产，可没有那么好拿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你脱衣服干嘛？夫君不是让我刺激他吗？长夜漫漫，你我是夫妻，自然要睡一张床。
夫君今日故人重逢，心情激动，定是累了，还是早些休息吧。这次兵行险招，总算是保住了和谈成果。多亏侯爷相助，否则我怕是早已身首异处了。我回去之后，会将发生的一切告知给陛下，查清楚背后是谁在搞鬼，破坏和谈。山长水阔，后会有期。珍重，替我向夫人问好。侯爷，事情有眉目了。走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相信怪力乱神之事吗？属下不知，属下也亲眼看见贺姑娘下葬。你说那2个埋棺之人月余前分别辞宫回乡了？是，两人家乡距离不远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不，你亲自去一趟，务必把人带回来。是。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小姐，这侯爷最近好像不找您麻烦啦，还夜夜宿在您房中。您说咱们是不是要有好日子过啦？说什么呢？不过是刚出虎穴，又入狼窝。我这辈子最大的教训就是轻信了男人的话。人的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，若想改命，最后还是得靠自己。自从您嫁入侯府，我便越来越听不懂您说话了。自我入府以来，还从未与姐姐说过话。你是兴许哥哥的妻子，我自然要与你多多亲近。一口一个姐姐，我们夫人可是府里的独生女，可没有妹妹。侯爷马上要娶我们贺姑娘进门了，到时候夫人自是和姑娘以姐妹相称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此事老夫人已经定下了，整个威远侯府都知道，男人3妻4妾很正常，何况是我们侯爷呢？夫人作为主母，必深谙持家之道，难道连容人之量都没有吗？我这丫鬟秉性坦荡，素来直言，不喜虚饰，姐姐可不要往心里去啊。你既然尊我一声主母，那我便教教你，如何尊重我这个当家主母。我如何持家，有没有容人之量，不是你可以随意指责的。何况你造谣生事，破坏贺姑娘的名声，到底有何居心？贺姑娘，姐姐这是何意？夫君将你们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了。你身世凄苦，又遭逢大难，能有此机缘死而复生，我和他都为你感到高兴。他告诉我，要将你当作亲生妹妹一般留在府中。你放心，日后我一定会同欣桐一般侍你，
将你当作亲生妹妹。妹妹？是。侯爷与我虽然之前从未见过，但是婚后相守，日久生情。他与我约定，此生只娶我一人。这祖母一定是误会了，下人不懂事，胡乱传话，莫要坏了姑娘你的名声。贺姑娘以后如星童一般，唤我一声大嫂，可好？什么大嫂？我不信！我要去找星旭哥哥。这人真是恬不知耻，哪有还未出嫁就惦记别人家丈夫的？慎言，我方才说什么了？莫要乱传话，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。是。好了，收拾下东西，我还要等着去看下一出好戏呢。戏？什么戏？小姐，大嫂，这么着急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看看你大哥。元芷，你虽为心腹，但也不能日日痴缠于夫君，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你不识大体？祖母，我和侯爷两情相悦，琴瑟和鸣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就应该传得人尽皆知，让大家都知道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心怀鬼胎，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大嫂，你这是在一语双关，指责我们带回贺姑娘，破坏了你和大哥的关系是吗？哦，我没这个意思啊。如果你们这么认为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沈元芷，你眼里到底有没有尊卑礼节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若长辈先行失德，怎能指望晚辈知礼呢？先自省，方能有指教的立场。劳烦二位让让，我要去见夫君了。祖母，你看他真是要反了天了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把他赶出去，给魏远侯府换一个当家主母。星旭哥哥，你怎么会在我房间里？星旭哥哥，元芷姐姐告诉我，她想收我以义妹的身份留在府中。这件事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的意思。我不信，我们怎么可能是兄妹呢？这世上可没有互相爱慕的兄妹。为什么不能？你我之间早已不可能了。以后还要嫁人，有个身份留在侯府，对你更好。若不是阴差阳错，我们早就捅破窗户纸，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他沈渊只不过是后来的。我知道你有担当，有责任心，对他心中有愧。我愿意接受和他共侍一夫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两人共侍一夫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昨晚在你房外看着你们亲热，我觉得自己要疯了。明明不是这样的，怎么说变就变了？星旭哥哥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只是想报复我，拒绝过你，对不对？我已经死过一回了，我绝不会再错过你。范星旭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白日宣言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月之姐姐，别误会，我和星旭哥哥只是一时情不自禁。姐姐，不要打我！范星旭，你还记得你在我面前发过的誓言吗？你说你爱我至极，今生今世
只娶我一人，绝不纳妾。若为此事，天降雷火，焚你三魂七魄，水淹泥沼，断你100年福缘，六亲断绝，孤苦一生，世世为人情所不齿，坠入轮回，万劫不复。樊先婿，你若有心上人，为何要诓骗我一片真心？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侯爷，你太过分了！小雪哥哥，你为了他，竟立下如此狠毒的誓言。方才你说的话，我就当没听过。你也看到了，我不会辜负他。不会辜负他，所以便要辜负我吗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今日可是占了个大便宜。小姐，你方才的模样看着对侯爷情根深重，可是明明……你还小，不懂情爱之事。哪家夫妻不是床头吵架床尾和的呀？所以你爱上侯爷啦？自然是不可能。爱你至极，今生今世只娶你一人，绝不纳妾，哪怕六亲断绝，孤苦一生，万劫不复。怎么，公报私仇有意思吗？此言差矣，我所行之事，不过是在帮你。我让你刺激他，没让你戏耍我。我身为女子，对女子自然是了解的。一个曾经爱而不得的人，转眼就移情别恋，被捧上云端，又被弃之敝履，这样的落差，一般人受不了的。是吗？那一女子明确拒绝后又反悔，又是何意？人本来就是多变的，男子可以朝秦暮楚，女子自然可以摇摆不定。不过以侯爷的身份地位，自然是更愿意相信人家是欲擒故纵了。既如此，那再加把火吧。娘子，你放心，我既对你许下誓言，便会信守此事，终生不弃，你我永不相离。他现在那副恨不得杀了我的样子，看起来对你确实有几分真心，我都有点不忍心了。你若是查不出什么来，不如从了他算了，这样我也不用陪你演那间谍情深的假戏码了。你倒想得开，我威远侯府的一半家产，可没那么容易带走。罢了罢了，形势压人，说吧，还需要我怎么帮你？那日，我亲眼送他下葬，他如今死而复生，棺中的尸体不翼而飞，而埋尸的2个人，分别辞宫回乡。此事太过蹊跷，我已命人去查探清楚。若非鬼神，那就是人为。如果真的是人为的话，贺微澜一定有问题。侯爷，事情都查清楚了，那日埋尸的2人都死了。死了？死因是？2人先后都死于暴毙。验尸了吗？嗯，尸体没有明显的伤口，但胸口似有肿胀，应是被人用巧劲击打，致脏器破裂而亡。关于贺微澜的所有信息，特别是她孤女的身份，还有我与她相识的过程，一切相关的人事物，都要重新调查一遍。是。贺姐姐，
这段时日在我们侯府住的可还习惯？一切都好，还要谢谢妹妹与祖母护着我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我哥怎么想的，放着你这么个娇俏可人的大美女不要，每天守着那尖酸刻薄、心机深沉的女人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他下蛊了。沈姐姐，毕竟是心绪哥哥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她对我有敌意，也是正常。你们愿意收留我，我就已经很感激了，千万不要因为我伤了大家的情分。什么情分？谁跟他有情分？当初大哥要娶她，我们全家可都不同意。可是他非要娶，我就知道，此人一旦进府，必定会闹得我们侯府鸡飞狗跳。你都不知道，她嫁进来之后发生了多少事，就连我二哥都……我嫁进来之后发生了什么？看来小姑对我有许多不满啊。是我这个做嫂子的疏忽了。正好，你同我好好说道说道，让我反思反思，看看如何改进。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星童妹妹没有别的意思。没有别的意思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嫂，我就直说了吧。我听说你让我哥发誓，此生绝不纳妾。你也太霸道了吧！我哥可是威远侯，别说纳妾，就是多娶几个平妻也没什么稀奇的。若日后你要是生不出儿子，岂不是让我们威远侯府绝后了？你干嘛？疼吗？当然了，你有病啊！别人打你你会疼，你打别人，别人自然也会疼。异地而处，同为女子，我希望你嫁一个一心一意爱你、敬你，而非三妻四妾的夫君。不管你未来的孩子是男是女，哪怕生不出孩子，你也可以抬得起头，因为你首先是你自己，才是丈夫的妻子，孩子的母亲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星童妹妹怎么会生不出孩子？她可是高门贵女，未来的夫君肯定也是非富即贵，她根本不需要担心那些。对啊，我才不需要担心那些呢。贺姐姐，我们走。你之前跟我提到那些漠北的趣事，还没跟我说完呢。我之前在漠北的时候，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雪，到处都是冰柱。我好奇之下舔了一口冰柱子，结果舌头被粘在了上面。还有这种事啊？那后来怎么办？后来啊，还好有热水。贺姑娘，您的红豆羹好了，红豆已经替您去掉了。你不吃红豆吗？我只喝红豆熬出的汤。小姐，这个贺姑娘怎么和你？小时候被豆子噎过一回，之后便再也不敢吃红豆，但是嘴馋，便总要尝尝羹汤的滋味。所以小姐的红豆都便宜我了，我还以为就您好这口呢。不止于此，她也去过漠北，还有跟我相仿的经历。这世界上真会有如此巧合的事吗？我怎么觉得有点瘆人呢？丁丁，你帮我去注意一下这个贺姑娘，将她的爱好和习惯都一一记下，告诉于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皇上，快走！繁星虚实原旨，这一次才刚开始。走。他的身份是假的。名字、身份、过往，我所知晓的一切都是假的。信中并没有查到他的真实身份，或许他有什么不能说的苦衷，迫不得已才需要隐藏。如果是这样，我的人肯定会查出来。
替他伪造身份之人并不简单。以前我只觉得她是个普通宫女，从未怀疑过她。你的意思，她可能是……十之八九。智者不入爱河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。无论你多么自诩聪明，一旦放下自我去爱别人，就注定是个悲剧。你和我在此事上犯的蠢，没什么区别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大意了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等真相大白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啦！来，姑娘，我的荷包，兄头，我的荷包。灵儿，果然是你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灵儿？我前段时间出了点事，失去了记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不是繁星絮，别在我面前惺惺作态。如果你不想让他知道你是谁，最好别跟我装疯卖傻。如果我没记错，你现在可是朝廷钦犯。我要是你，与其在这里找人叙旧，不如早早想办法离开。你这个头号奸细还没走，我为何要走？灵儿已经死了。我真是不懂，繁星絮到底有什么魅力？你们一个两个对他如此趋之若鹜，你为他甘愿诈死，放弃细作的身份。说吧，你找上我，想要干什么？助我离开大燕，我替你保守秘密。原来不是不想跑，而是跑不动啊。别急，我没说不答应。不过，你得先帮我办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杀一个你我都深恶痛绝之人。我答应。围栏，围栏，围栏！哎呀，围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个人好像……你刚才跑太快，我都没有追上你。那个萧晓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幸亏我追得快，他跑一半就把荷包扔下了。外面不安守，我们还是赶紧恢复吧。你说的对，走。帽子，刚出笼的帽子，过来一块，过来一块。战得的糖葫芦，几个？都要了。卖花布了，快走！我吃常来啊！醉歌方，他来这里做什么？帽子。侯爷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出了什么事？小姐，不是夫人，她让我告诉你，若她一个使臣未归，就一定是出事儿了，让我一定要来找你。
好久不见啊，我亲爱的大嫂，你以为我会那么容易死在你和繁星旭手中？之前把我耍得团团转，你一定很开心吧？所以，你想报复我？是，得罪我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你猜猜我要怎么对你？我之前还真是高看了你，你就是个懦夫，就连报仇也只敢将我这样的软柿子捏。你怎么不去找繁星雪？论起来，他才应该是你最恨之人。住嘴！我先送你上路，我们很快便会在地府相聚。干嘛呢？怎么不长眼睛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个贱人，既然已经卖身给我们醉阁坊，就别想着跑出去，给我带回去！只要你骂我左爷，那这些银票都给你们。下次还来？我的银票！你疯了！你们都看到了，他撕了我的银票，得赔偿我。撕了就撕了，有种你报官！岂有此理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现在就跟我去衙门，走走！这位客官，对不起，这是刚来的姑娘，不懂事儿，还在调教呢。这我可不管！他撕了我的银票，还大言不惭的，这关我非报不可！走，走！你不这样子！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走！都下来，都下来！放开我！本来想多折腾折腾你，但我现在改主意了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要杀就要快，只要多留你一刻，就会错失良机。沈元稹，沈元稹，沈元稹，你醒醒！沈元稹，你醒醒！我不准你死，你不能死！沈元稹，沈元稹，你给我醒！再不放开我，我就真的要死。